怎么养长寿花才能让它长得更快、冠幅又大、开花又多？其中修剪是很关键的。今天呢，就趁这一盆非常大的长寿花现在基本上已经开败了的这个时机，给大家演示一下长寿花开败之后是怎么修剪的。其中这棵苗子呢，就是我1年半之前从路边买的一个小苗。它当时非常的小，你看才1年半的时间，它就长得非常的大，花枝也非常的多。之前开花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又正好赶在了过年，这个大红的颜色嘛，非常的正，非常的鲜艳，也非常的应景。那我们今天来给它修剪一下，正好也给大家做一个示范。首先，修剪用到的工具就是这个园艺剪。然后呢，在修剪之前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需要用酒精喷洒一下，然后消一下毒，这样的话避免细菌真菌感染。其实只要有节点的地方就可以修剪，我们就要整体的看一下，你大概要剪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。如果你想让它冠幅更大，我们就要找到上次修剪的这个节点，在这个地方不是有个分叉吗？那我们就在这儿往上剪，这样它就形成了1升2、2升4、4升8这样一个树形的结构，然后它就会长得特别的快。这个才经过了大概3次修剪吧，2、3次，然后它就长得这么大了。所以它是一种2的次方这种增长速度的，非常的快。往上至少要1对叶片的地方，就在这里就可以。你往上剪一点当然也行，在这里。然后看，这就是剪下来的一个枝条，也可以当插穗哈。然后好，我们就以此类推，这个地方就也是给它剪的差不多齐平。花开败之后还有要注意，最好是在它花梗下方的，至少1对叶片这个地方剪，因为这个地方它已经开过花了，所以它后期这个地方开花的能力就很弱很弱，所以我们一般要剪至少往下1对叶片这个地方，然后再根据那个你需要的冠幅，然后往下剪。这个枝条呢，它就长得非常的高嘛，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在这儿剪，但在这儿剪它就凸出来了一块儿，它就显得很高。那我们就最好往下剪一点儿，在这儿剪，对吧？如果你还是觉得它高，可以再往下剪。其实主要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你想要的冠幅，还有它这个整体的植株的造型，让它成一个弧形的，圆形的这样一个结构来，这样它才能开的像一个球形一样。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我们修剪的位置，这个伤口的位置要离这个叶芽最好尽可能远一点，这样它伤口愈合的时候不会波及到这个芽点。只要是曾经有过叶子的地方、叶芽的地方，它就是可以发芽的。因为长寿花其实生长力非常的旺盛嘛，而且也非常的耐旱好养，所以呢，大家大胆的剪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挪一下，看过来，看这个地方其实花都已经开败了，大家不要不舍得，因为花开败之后及时的修剪，它就会长得会更快，会积蓄力量。你要等它所有的花都开败了之后呢，它就消耗的营养就太多了。看这个地方已经发出来小芽了。这个地方就可以让它继续长，正好它这个冠幅也符合需要。然后看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剪，你看这个地方已经发出了小芽了，这个地方也有很多，所以只要是在芽点的地方，它都是可以发芽的。看这个地方也是，现在不剪的话，它这个芽很难长大，所以现在需要修剪了，这样不耽误它下一次开花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，看是吧？现在天气也变暖和了嘛，而且这次花已经开了有2个月了，开了已经很久了。然后其实我们修剪下来的这些也可以，把它收拾一下，然后可以插平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那个鲜切花插平也可以，也不会浪费哈。而且修剪下来的，如果你想扦插的话，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扦插的时机。其实这个是非常适合做插穗的哈。然后把上面这个花梗给它揪掉之后，然后把下面这个掰掉，掰掉之后，这样，然后把这个小芽也可以掰掉也行，就这样就可以直接插到盆土里，水培或者土培都行。当然再长一点其实也是可以的哈。
再看一下整体的这个高度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修剪完之后的样子。修剪完之后需要的注意事项就是，先别马上浇水，要等它的伤口愈合之后，最好呢就是2到3天之后再浇水。因为长寿花也比较耐旱嘛，所以也没有关系哈。然后这样的做的好处呢，就是为了避免感染引起长寿花的黑腐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。修剪完1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浇水的时候给它用氮磷钾比较均衡的通用型水溶肥，可以帮助它更快的长枝长叶。长寿花如果你用比较透气的盆来养的话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就超级的好养。它真的很省心，没啥问题，没啥病虫害也。非常好扦插，之前我修剪下来的枝条都尝试过扦插，不管多小的那个插穗，它都可以活。我基本上扦插成活率达到了99%吧，基本上很少有死的，就算是夏天也可以扦插，所以它真的非常好繁殖。然后之前我在家里扦插了有100多盆的长寿花，家里都放不下了，所以前几天的视频里我也送了很多我扦插的小苗给大家，大家也可以去之前的视频里看一下。真的好多好多的长寿花，它真的非常好养，所以也在阳台养花非常推荐大家。我今年呢还想入更多的长寿花的品种，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好养，特别的皮实。是我们刚才修剪下来的残花，我把它整理一下，可以做成一个小鲜花花束，可以放在瓶子里水培，这样我们还可以继续看花，再看。将近1个月呢。首先，我们要做花束的时候，要把这些开败的，然后给它清理出去，然后我们只留下开花还也比较好的枝条，就是这样，把它的这个开败的先揪出去。看这种，剩下的这小花呢，还能再看好久呢。看，这就是一个收拾好的一个花穗。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。其实做这个活的话，还非常的治愈，还挺好玩的。但是确实需要一定的耐心。如果你能够享受其中，慢慢专注的话，还是挺好的，非常的让人沉浸。我喜欢养花的一个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，养花的时候会让你非常的专注，不管是给花修剪、打药、施肥，还是平常的浇水呀、养护啊，都会让你有很多事情做，而且还必须得专心，所以呢，就会让自己的脑子里没有那么多的杂念，就很容易达到那种心流的状态。所以，给自己找个事情做是非常重要的。有时候一直玩手机也会很无聊，反而会让自己的脑子特别的乱，一直得不到休息。我们有时候专注的做一件事情，才是让脑子休息的一个好方式。这个其实也很适合做一个插穗，它就直接就是一个有分叉的形状了。然后它这种也能插活，然后长寿花特别好扦插。我之前就是因为修剪的时候觉得，把插穗。如果不扦插就浪费了感觉，所以就扦插了太多了。现在呢，每次修剪的时候都要告诉自己要克制一下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对家里的花也是不好的，因为你把家里全部放满了扦插小苗的话，把很多花的空间都给占据了，这样它通风又不好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扦插了100多棵长寿花，后来把它们很多小苗都送人了的原因啊，要不然的话家里真的放不下了，而且我还很想要很多新的品种，所以呢，就是有时候也是要有舍有得，然后定期的要清理一下，但是你说丢掉吧又不舍得，所以呢送人就是最好的，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环境，然后他们也能够有更多的空间去生长。好啦，已经收拾完啦，这是留下适合插瓶的花枝，然后这是适合扦插的枝条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插瓶吧。找了一个小口径的塑料瓶，因为家里好像也没有口径特别小的小花瓶哈，就用这个来，能用就行。
看插平完之后是这样的，就是插的花有点太多了，但是它像一个小花球一样，哎，我把它插的特别的圆，哎，还可以啊。而且我们这个可以放在餐桌上呀，或者放在厨房呀，都可以，它还能再看1个多月呢。这样也是一种延长它花期的方法了，也不会觉得可惜了。